灵脉被离恨天所毁，唯种下黄热梦可遇，世间再无他法恢复灵脉。我的离恨天突然解了，只能是你给的我什么都不知道。我给你黄粱梦，不是为了别的，只是想让你活下去。我不想你愧疚，更不想让你报答我。你这勾魂摄魄可终于用在你身上了。你身上流的根本就不是姚公公的血，你分明就是博士后人。神光垂怜，赐我长子，可在众人的眼里，他就是一个没有灵脉的废人，他怎么能平安活下去？为了救下我的孩子，我决定让同一日出生的你代替他的身份。原来明义，她真是那个不遇岑仙子的女儿。明义，你手怎么了？没怎么，但心瘾该练还是得练。你就仗着姻缘石上名字没消，你想连就连，我答应你了吗？那又怎么样？谁让我聪明呢？大聪明。这位仙君已经打败了725名仙君，未有敌手。还有没有敢挑战的？还有吗？若没有人能打赢他，彩头就是这位仙君的了。黑灵芝，我就拿走了。请。如主上和明义仙子所料，黑灵芝不见了。有人来袭，明义被带走，应该是明信。主上，你不去吗？他能应付，我信他。明线，你那只猫要复生，就需要黑灵芝，用它来当诱饵。你就会乖乖咬钩。现在，你有本事拿走它吗？哎呀，当年你最心歪门邪道，绘制了不少法器的图样，被君后发现收走了。如今一瞧，还真是好用，用来对付你，再适合不过了。明显，你说这话什么意思？想误导我觉得这一切是我母亲做的，就凭你这些伎俩，能有效？君后当然不会害你了，你可是君后最好用的棋子啊！当年是用了什么邪术，才把你变成男神的？连相貌都和之前不一样。我恨了这么多年的瑶光太子，居然是一名女子，真令人作呕。
可惜你不知道，就连我给你下的离恨天，也是我偷偷放在了青云大会之前，君后亲手给你做的葱油饼里。你真的是疯了！怎么敢混进极星渊的队伍里，和敌人一起出现在品茶会的？等我把你带给那位。楚水灵州的灵力，楚水神君传给你的，难怪刚刚品茶会灵力大增。要带我见谁？楚水神君吗？原来你都是装的。明义，昨夜你说你冷，我专门给你准备了一床被子。哎，司徒仙君在啊，有客人来也不跟我说一声，这是让我招待不周啊。既然人都来了，咱们请仙君吃个饭吧。姐姐，他怎么会在这儿？他是来……我当然是来陪我家夫人啊，怎么了？季伯在。姐姐还没用饭吧？茶寮上了几道新菜，我请姐姐去试试。怎么能让你请呢？司徒仙君是客人，当然让姐夫来请了啊。姐姐的意思呢？我的意思啊，我意思是，你俩去吃吧。好巧啊，你也来这里吃饭，那一起吧。这是新菜，也老的好吃，姐姐尝尝。这里只能坐得下2个人。那你还留在这儿，不碍眼吗？来，这是你爱吃的。还是尝尝这个吧。没有试过的总是更好。那我试试。真难吃。行，你俩慢慢吃，别浪费啊！我先走了。那个零食管他们呀。哎，好嘞。哎，有劳司徒仙君会账了，但我得提醒你，你很清楚自己的真实身份。你若是再执意接近我的妻子明义，给她带来祸事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你。此话何意？老板，打包。哎，好嘞。谢谢，慢走啊。抱歉。看着点儿。鲜花，看看鲜花。这块，这块。
明义，你现在不够清醒。好些了吗？你从头到尾都只是为了黄粱梦，是不是？原来你一直在骗我。我害怕面对你，更害怕面对我自己。你根本不知道我真正想藏起来的心窝是什么。明义，你看着我，你是因为中了勾魂摄魄术才会变成这样的。你忍一忍就好了，很快就过去了。明义，你对我可曾有过半分真心？我对你何止半分真心？你说什么？我对你何止半分真心？当初我们过鹊桥界的时候，你可用了法术？没有，从来都没有。来人若是有情人，情桥自会相连，请上桥。此处是六境有情者成婚之所，有神明庇佑，六境皆不可干涉。有情人入有情界，七重天的冤鸟会衔乎而来，你们便可刻名，厮守一生。我们没有情谊，冤鸟不会来了。直接刻名吧。这就奇怪了，若你们无情，绝不可能通过鹊桥界。你说的可是真心话。我心里就是有你，我心里就是有你。季伯才，你都不知道我有多在意你。明义，你看清楚，在你眼前的是我，
只能是我。此刻是真心的。好啊。吉普赛，吉普赛，我。你吉普赛，我喜欢你。你瞧清楚了，这件法器冠绝6境，是我此生最得意的手笔。你少胡说八道了。骗子！切不在，你要不要脸啊？哼，明义，你我之间真的还隔着明线吗？就算不隔着明线，也可能太多乱七八糟的。哎，
干什么？你想气死老子呀？这是毒血。我来。这行了，怎么样了？真是牡丹花下死，走鬼也风流啊！没眼看，没眼看呢。我没事。你这伤没好呢。你不会没看够吧？带我回乌龟海疗伤。你看我干什么？要送你送，我可不送啊！又哪疼啊？这是做什么呢？检查伤口。啊！谋害亲夫啊你！贤君，你说话注意点啊！我们之间最开始就是假的，到现在更不是这种关系了。那你去医院时尚瞧一瞧，看一看，那里是不是还有你跟我的名字？可那是假名字啊。是啊，但那可是我付了真代价刻上去的。我既然知道了黄粱梦的药方，就算大家都说低估木星已绝迹6境，但我也不会坐以待毙，还是要去找的。黄粱梦被我当着你的面毁掉了，你就不恨我吗？那是你自己的东西，你怎么做都是应该的。是啊，所以我已经很妥善的处置了。你刚刚不好受吧？方才都没能进祖宅见婆仙子最后一面，婆仙子那番话……师父，对不起，我根本就是无稽之谈。他选择将衣经给你，定有他的缘由。至于他到底瞒了我什么，我也自会查清。怎么伤口又疼了？怎？我饿了，陪我去吃饭吧。金佛仔，你是什么没有生活自理能力的人吗？吃饭都有人陪？我可是因为你受的伤。你慢点，那你好歹换件干净衣服啊！换。行了，这儿没人。你来干什么？
我要去品茶会，找到明星给我下毒的证据。若是等我父君给他办过正式的太子收封大典之后，一切都来不及了。在寿华判宫，你暴露的风险太大，我不慎懂诸器，都能发觉涅槃与于禁相似之处。那我有病啊！我给谁都造一把跟于禁相似的法器。我诸器的本事，你也就见识了一二。我造的那些东西远超你们想象，所以不用担心，不会有人发现我是谁的。好啊，那你既然敢来寿华判宫，你的灵脉可好了？有劳季仙君挂心了。许是神明垂佑。哦，也是多亏了司徒仙君给我炼的灵药，否则我也不成了。司徒仙君？司徒岭？司徒岭还有我师傅也给我渡了大半灵力，现在我也不知道到底是解了毒还是暂时恢复，总之不反噬了，性命暂时没有问题。他怎么救的你呢？用心头血，用他的寿元换了我的，这件事实在是我欠他的。怎么了？很好。是，我也欠季仙君您的。虽然黄粱梦药方始终没派上用场，但若非季仙君相助，我早就死在那寻药方的路上了。多谢季仙君，我先回去了。哼。主上真的把黄粱梦给了明义？你是在跟我拍桌子吗？拍桌子重要吗？重要的是黄粱梦给了他，你怎么办？嘿，你就没把自己的命当回事？你难道忘了你的离恨天根本就没有根治吗？当年因为缺乏药引，薄仙子只能用博士秘法，结合黄粱梦的其他药材，压制了主上体内的离恨天，但随时也会有复发的风险。后来，薄仙子炼成了完整的黄粱梦，留给了你。现在你却将它给了明义，万一将来离恨天真的复发，你该如何应对？不休，我心里有数。是吗？那为何我感应到你用灵力幻化的灵犀井也封闭了？主上不会是用大量的灵力直接炼化了黄粱梦吧？将黄粱梦种于人身需消耗大量的灵力，且种的过程也如脱了层皮一般。现在主上为了让明义能直接服下黄粱梦，所以主上真的这么做了。谁说请不动本君？真没想到啊，齐柏兄对我竟是如此牵肠挂肚。天机公主，这可就是你的不对了。你要是早点跟我说，我不是早就来了吗？我不过是闭关在家修炼了几日，齐柏兄就这么想我？公主，炼化妖元本需7日，但纪伯载会拼尽全力，5日完成，不给穆齐白任何篡夺寿华潘宫的机会。好了，好了，好了。以我的修为，炼化一些妖兽可用不了那么久，凭你还想阻止我？不担心了？有老弟在，本君自然是不担心了。走。
这5日之内，我夫君一直在闭关精进修为。众所周知，这修为在化境之上的斗者，想再往前一步，便是难于登天。这6境之内，也尚未有突破至臻化境者。季仙君一直在为之努力。至臻化境难以突破，季仙君只差1步便可成功破境。我等对季仙君真是敬仰万分。是啊，不愧是季仙君啊，你真是厉害。是啊，季仙君素来谨慎，之前一直未有进展，便叫本公主瞒着。如今闭关5日，终得突破，便立刻赶来寿华判宫，将心得倾囊相授。故今日，本公主赴季仙君战客之位，诸位都可向她请教，季仙君必不私藏。恭喜季仙君！恭喜季仙君！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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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季仙君！季仙君！快过去！季仙君，快看看我的！季仙君，我的功法多日没有精进，你快帮我看看。啊，还有我的，还有我的，我看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达到下一境界。我也看看吧，季仙君。季仙君，对呀，一直停滞不前，怎么办？先帮我。季仙君，你先帮我。大家让让，让让。虽然修为有所进益，提前炼化完妖元还是勉强的。放心，死不了。来都来了，就帮天机撑一下。季兄，可算把你给盼回来了。你日后可得多带着我们呀。哦，对了，季兄，我这有个好宝贝，希望能给你回归的日子增添一些好彩头。哼。引妖吉离，引妖吉离，这欧阳秋，你知道不久前姬星渊有妖兽出没吗？姬伯载真是那种人？殿下，这是引妖吉离。此物过于敏感，你一定要好生保管。找机会让季伯载打开它，之后我们就会知道，它对于天机来说，究竟是福还是祸了。季伯载，有妖气！怎么有妖气？小心点儿！快让开！季伯载，殿下放心，我在引妖吉离上注入了妖气。就算季伯载能提前炼化，也尚未稳定。凭着妖气，便能将妖元构出。引妖吉离可以验出妖气，难道季伯载在豢养妖兽？妖纹，难怪之前极星神宫出现了妖兽杀人，原来都是季伯载弄的。是妖气，怎会有假？我原以为你会安然无恙，没想到你竟然真的和妖兽有关联。季伯载，你别过来！人呢？不见了！天机，我们大家都被季伯载给骗了。
他一直在豢养妖兽。这肯定是真的啊！他一直在豢养真的，亲眼所见。果然是他，真的豢养妖兽，就是他豢养妖兽。蠢货！季波仔要是豢养妖兽，他有1万种方式可以躲着你们，何必今日来寿华潘宫？可刚才的妖气就说明，只能说明有人要栽赃季波仔。这不是。栽赃。明义，你冷静一点！你现在用心意擅闯灵犀井，就会暴露你早就知道灵犀井的位置在哪儿。季波仔灵力那么强，他一定不会有事的。明义，我居然也能进去了，是他快死了吗？季波仔，季波仔，小心！虎兄，你也被引妖劫力影响了，你不认识我们了吗？你冷静一点。叫龙哥，龙哥。季波仔，季波仔，季波仔，引妖劫力导致他体内妖元外泄，必须把他挖出来，否则化妖之术就功亏一篑了。你现在的身体不能动用灵脉，而且帮我一起，快点！糟糕！季波仔被种下引妖劫力的时候没有设防，这东西种得太深了，此番拔出，季波仔就算不死也得脱层皮。季波仔真的炼出了实体的灵犀井，将黄粱梦藏在这里面。这里应当就是入口。可入这灵犀井，除了本人，只有与他神识相通的人才能进入。所以明与他成婚，结心意，也是为了黄粱梦。太好了，姐姐不是真的喜欢他。不管怎样，我要全力帮姐姐达成目的。季波仔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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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说这是去哪儿了？他想去龙里台，拖住木七吧。你要去哪儿？你现在如果再动用灵脉，会出事的人是你。季波仔现在稳定了，我去找不休，你照顾他。主上，所有侍卫已集结完毕，我们可以去乌龟海拿人了。秦龙。
那条银龙是季伯仔的从兽，想给季伯仔拖延时间吗？哼，自投罗网！众将士们，季伯仔为了阻止我等爬封妖兽，竟催动从兽原身，守卫吉星渊在此一举，给本军除了他！列阵！主人都命在旦夕了，还妄想回天转日？这些烂人！这么强大的灵力，难道季伯仔已经强到连引妖击离都不能伤他分毫？哼！姐姐，我来帮你。殿下，姐姐，姐姐，你灵力消耗过多，我带你去疗伤。寒风君指控季贤君豢养妖兽，你不惜与他作对，你都要帮我。姐姐护着季伯仔，不就是相信他没有豢养妖兽吗？你信他，我就信他，因为我知道姐姐绝对不会是觊觎妖兽力量的人。若有人行差踏错，姐姐也断然容不下他。姐姐，你信我，让我带你去疗伤。多谢你了，我真没事，我先去看看季贤君如何了，你自己小心啊。大人醒了，来，这是我跟荀婆婆一起给你煎的药。
我们是怎么出来的？多亏了大人冲破出口，费了好大劲才出来的。吉星院的将军死在了我们的婚宴上，司叛堂的人总该来过问了吧？是，多亏了大人，张台才得救了。他完全恢复之后，就跟着司徒仙君去了司叛堂，控诉勋名一直在四处各地掳掠仙子，示录元神。后来韩风君到场，说是勋名在他面前畏罪自戕，司叛堂秉公褫夺了勋名的将军身份，彻底定为罪囚。终归还是死在了穆七百手里。你早就知道了，我是在为谁报仇，是不是？是，你当初让若水当众咬出自己的生父后诏，不就也没打算把自己藏到最后吗？我在你身边那么久，又不是傻的。按照现在这个情况，恐怕穆七百早就知道了，你想要审判那些害了薄仙子的人。我又不是司叛堂的人，谈何审判？你本可以痛快把他们都杀了，但是你却费尽心思搜罗那些铁证，一定要把他们定成罪囚不可。不就是心里觉得他们根本不配清白去死吗？所以是你提醒了张太，到了司叛堂后，该如何控诉勋名？是，他们残害无辜，把那些寻常仙君掳去沉渊，受尽苦楚，本就该罚。这说到底，他们才是真正的罪囚。话说，幻境坍塌的时候，你明明可以撇下我走的，为何又回来救我？唉，谁知道呢？你笑什么？我救你难道还需要理由吗？我本就良善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就连明宪那把破扇子，我还想好好保存还给他呢。他怎么说也算是我的死敌吧？当初与明宪对上，是大人与天机公主对赌，非赢不可。那照大人这么说，你磊落良善，那当初就没想动点手脚，例如给明宪下毒？你就是这么想我的？我为何要给他下毒？要赢，我正面赢他就好了。若输，死在他手里也没什么不光彩的。知道了。大人是磊落之人，我猜，即便是明宪，也会很高兴有大人这样的对手。那些有幸与大人交手的人，想必也是他们此生最酣畅淋漓的一仗。因为大人不是对手，是小人，是知己。大人不相信任何人吧？凡经外人之手的东西，大人都不会入口。如今，既然有人愿意相信你，不知大人可否多信我们一点？
我信你。司徒仙君，改日再来吧。季仙君和明义仙子已经就寝了。有人来了。新婚之夜，难道要让夜探乌龟海的人瞧见我们正在密谋正事？大人一个浪荡子，洞房花烛夜不专注灵修，难道想着下一个拿谁祭天啊？大人离开花月夜那么久，会不会忘了怎么演戏啊？你猜到了？猜到什么？猜到大人根本不是风流之人，还是……大人根本就不……明义。总得让来的人看得更清楚些吧。你耍我？你定力这么差，怎么演啊？你真有啊你！有坏了你负责。这哪还有人啊？没走。根本就没有人。谁说没有人？你不是演得很投入吗？继续啊！大人第一次把我带回乌龟海的时候，就是像这样耍我的吧？第一夜那场火，也是大人动的手脚吧？还有，如果第二天早上我不拒绝大人，是不是就……是啊，当时我就在想，随便编个什么，妆容过重，衣品太差，或者说气味太香了。明义，如果我说我对你……大人怎么突然想起带我来浣纱集市啊？既然是成婚，也该有个成婚的样子，得给你置办些礼物才行。哎，您看看吧。
全都包起来。不用吧？用，全部。哎，好。上好的脂粉，仙子看看。哇，我之前没见过脂粉是这么做的呀。哎呀，也用不着。所有颜色都拿一份。好，没必要吧？有必要啊。这新鲜的花，慢走啊！各式各样的花。哎，两位，现在看一看呢。都要了。没必要吧？没必要吧？有必要，有必要。明义仙子对吧？明义仙子出身花月夜，现在家与斗着，季仙君还这般疼你，带着你将浣纱集市的东西都买了个遍呢。你们神仙眷里的故事可都传遍了。你看，我们都供奉了你的画像，期盼也得一个这样的如意郎君。哪有？怎么了？不够啊？再买点。哎呀，大人，你是因为利用我成亲做戏，所以心存愧疚，最近才对我这么好。我待你好，难道只是因为愧疚？哎呀，大人是第一次跟仙子约会吧？这帮我拎东西都不知道。哎，抱歉啊。是时候借你的手给我整点小法器了。哎，我刚才突然想到，我们买了这个小荷包，你说那么多东西，若是我们用灵力一个套一个，把东西都装进去，不就不用手拎了吗？应该可行。试试。太厉害了，大人！这袋中有乾坤，那就叫乾坤袋吧。我看看啊，东西真在。一个簪子，小心！一把匕首。哎，你说这个簪子跟匕首，它能不能合二为一？就平时呢，我就把它当个簪子带着，那出了事儿呢，就可以把它化作匕首，防身用。你是觉得我保护不了你？不是，你是说，要是你不在的时候，那我一个人碰到危险怎么办呢？你帮帮我，我真的想要一个，你给我变一个。好。太厉害了，大人！谢谢。叫他刺激3把，我平时都带着。那个大人再给我变一个，我还想看。来，再来一个。没必要吧？我真的想看，你给我变一个。不变。乾坤袋、刺激簪，我从小就能做。我现在还得哄着你帮我做，才能名正言顺用这些法器。变了这么多呀！大人厉害啊，把葱油饼都能做成法器。此物为饼盾，坚不可摧。这个我就不用了，谢谢大人。
我想好了，以后我们还有很多事情需要一起查清，一起面对。若是你愿意，这场婚礼有朝一日它也可以成真。什么意思啊？我还有事，先走了。等，二七，我一会儿要去看看张。有空山。啊！明仙，你跟季伯仔成婚是怎么回事？你来这儿找明宪？明宪怎么可能会在我房间呢？你不是明宪？老师傅，你瞧清楚了，我是女仙，怎么可能会是明宪嘛？你不是明仙，我是明仙呢啊！你是男是女，我还不清楚啊！你怎么这么多年来，不就是凭着一个什么破无相秘法来遮掩你的女身的吗？你当我不知道啊？啊！你说不打我头的，不打你头，我打的就是你的头！你给我站住！啊！你倒好，一段时间不见，竟敢不认我这个师傅了！叫你不认师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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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认师傅！这个臭小子，我打！别打！没打你，你喊什么？跪好！原来师傅都知道了。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啊！我等于是你老子，不是傻子。说正事儿啊，上个月呀，明心不知道怎么搞的，弄了一身伤回到了阳光山。他手里呀拿着你做的追击镜，非说你跑到敌境来了。孟夫人呢又吹枕边风，现在连神君呐都怀疑你已经叛逃了。不过还好，神君呢不想大张旗鼓的来追拿你，免得真把你逼向深渊。夫君宁愿相信明星，都不愿相信我。瑶光山不能没有太子，你一走，神君要做出选择呀。一个失踪的、输了比赛的儿子，确实更适合做妻子。神君也有他的难处。你个臭小子，你知不知道师父我有多担心你呀？啊，害得我不得不借口装病，从斗者团脱身出来找你。哎，这一路上我还料理了不少明星的追兵呢，他们想追踪我，门儿都没有。不过我一来极星渊，就听说季伯仔成婚了，我把眼睛搓红了，也没想到啊，原来是你这个臭小子跟这个季伯仔成婚了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啊？我能不说吗？那个季伯仔，他的黄粱梦，我怀疑就在他的灵犀井里。但是我想要进入这灵犀井呢，就必须跟他互通神识。那我就想到了办法，跟他成婚，跟他结下心印这招啊。
你个臭小子，嘿嘿嘿嘿，也亏你想得出来。嘿嘿嘿，从小就古灵精怪，想的法子也总是剑走偏锋。你还记得吧？我们瑶光山鄙夷法器，但是你的想法又与众不同。为了教你呀，师傅我学的那叫一个辛苦啊！还有你自己练功，总能想出一些奇招怪招来，这师傅都佩服你。偷黄粱梦，也就你能想得出来，用假成婚这一招。哎，怎么样？现在能拿到东西了吧？啊，东西啊？啊？这季伯仔他心机重，虽然愿意与我成婚吧，但却不愿跟我结下心印，所以我进不去灵犀。什么？师傅年纪有点大了，你说话大声点儿。什么时候进这个灵犀井？季伯仔疑心重，虽然跟他成婚，但是没有结下心印，一时半会儿进不去。哎，你踢我干嘛呀？你这不是偷鸡不成蚀把米吗？简直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啊你！哎，用灵脉没有？掌心的离恨花瓣还有多少啊？师傅，你都用了5，不是，还是5/4，5瓣未掉呢。啊，2次也不行啊！你可真是我的好徒弟呀你！哎呀，佘师傅您放心吧。明义从小就没输过，他肯定能够拿到黄粱梦，修复灵脉，对，找回场子，肯定。我才不管这些呢！明义呀，我就想让你好好的活着，哪怕天下人都死绝了，你也得给我好好的活着，不能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，明白吗？路过，给你带了些葱油饼。忘了，他要去看章台。来人若是有情人，琴桥自会相连，请上桥。他们真的通过了蒙元坛的结界？怎么会？禁止外人擅入友情界，退下。少群，叔父应该清楚，这道结界
除非是有情人，否则进不去的。他们应该已经过了鹊桥界，进入蒙渊潭深处。如果我不是名医，后果会怎么样？有形界只能接纳真情，若有作假，会受天罚。轻则元神破碎，重则灰飞烟灭。你不要命了？你阻止我，是怕我知道真相后，想要杀了你吗？不管你是谁，都如你所愿了。如今我们已经站在一条船上了，证明不了你的身份，我亦有麻烦。没有人能阻碍我想做的事，你也一样。错了，错了！果然，咱们吉星渊的婚事呢，按制，有情人先寻找吉日和福地，然后向星辉许愿，长相厮守。若是辉灵洒下星雨呢，那便是再幸运不过的了。接着呢，在鸳鸟的见证下，在姻缘石上刻上姓名。能为我停留。还怪让人费心的。就算这缭乱的人间，只有我的微光为你璀璨而点。若你的世界曾是无尽的荒，我愿撕碎我去填补你的伤。就算这一生如流星
为相遇短暂，此生仓促，也做你的光。哎呀，这是吉星渊星辉之地的辉灵，有情之人向漫天洒落的辉灵许愿，便可以长相厮守。从星空到你心中用泪滴答要多久？而你给我的温柔全都是爱的毒酒。我喝下了我的痛，是换你的自由。爱一旦拥有，宁愿与贼放手。在深渊背后挣扎许久，我想问天空，燃这一身盔甲，总是为你破碎又如何？命运从来没有错，海洋也终将会坠落。我拼命抵抗所有的荒谬。我喝下了我的痛，去换你。他都被天雷劈了那么多次，还不放弃，累了，算了，让他磕吧。七不在，七不在，七不在。恭喜二位，缔结良缘，结定心印，共通神识。走，我们先出去。自出深渊后，我第一次想要去相信一个人。多可笑啊！从始至终，你都是在骗人。直到今日，我绝不可能再丢下你了。你如愿以偿了，你很得意是不是？你看着我，每天被你骗得团团转，你很开心是不是？不是，在你眼中，我到底有多蠢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记不在我。够了！不管你想要的是什么，这场仪式我不给你了，我不欠你的。
师傅在，其实我只是……明义，如果我觉得痛，我也不会让你好过。师傅在。上古神石的范式，你这点微末道行，又能做什么？你这样下去，元神受损，我不能不管。你竟然有灵脉，你到底还隐瞒了我什么？说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我确实来自瑶光山，和明星有关。我就是明宪的未婚妻。抱歉，现在还不是时候告诉你。哼，原来与我缔结婚姻的妻子是明宪的未婚妻啊！事情到了这一步，你觉得我还会信你吗？你先把27还给我，我证明给你看。他在木七白那儿受了很重的伤，若不及时治疗，他就没命了。我求你。27，好了好了，没事了。明宪的从寿之所以跟我有感应，是因为我跟明宪从小相依相伴，如同一胎双生，亲密无间。所以明宪的从寿能为我所用，与我连接。而且，你从一开始接近我，到底有什么目的？我青云大会上，明宪输给了你，是因为他遭到了旁人的暗算，才会失利。瑶光山内部兄弟之间互相倾轧，明宪有个同父异母的弟弟明星，他污蔑明宪叛境，随后明宪就不知所踪。我怀疑吉星渊有人勾结瑶光山内部，暗害明宪。现在看来，此人极有可能就是穆七白。我为了活下去，也为了复仇，所以只能隐藏灵脉，离开瑶光山。后来就进了花月夜，想办法接近你。诚然，我的心思并不单纯，但是我跟你的立场是一致的。我怀疑穆启白有问题，我想从他身上下手，查到底是谁在瑶光山害了明宪。而且我自始至终都没有伤害过你，我跟你一样想要对付穆启白。哼，
我听明白了，你想要继续留在乌龟海对付穆奇白。是的。好啊，那让我来猜猜你到底想说什么。你是不是想说，穆奇柏与瑶光山脱不了干系？若我留下你，让你做我的帮手，或许能尽快找到穆奇柏的背后之人。还是你想说，在别人眼中，你我已是一体同心？若是我将你杀了，你贸然失踪，反而会遭到怀疑，困住了我的手脚。所以不如将你留下来，给我做掩护。我也可以继续调查妖兽，对吗？看来季仙君心里也清楚，留下我是个很好的选择。林毅，比起杀了穆奇柏，我现在更想杀了你。季贤君，很抱歉我骗了你，但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妖兽君跟穆奇柏。季贤君，还要再装下去吗？我没有，我只是，我的灵脉不是用引魂钉藏住的，是用了别的办法，所以这才消耗过度。何必再装出这副柔弱无助的样子？你即便是死，与我何干？之前，你没事吧？公主召见我夫妻二人，不知何事啊？先前发生了这么大的事，本公主总要过问的。不知公主还想知道什么？穆奇柏设计名义，我夫人就是为了褫夺我的斗者身份，这不是已经摆在明面上了吗？还有什么可疑问的？当然有，比如说，你是何时养了明宪的从手？季伯杂，你我二人同盟，但你有太多事都瞒着我了。公主挂心了，韩风君一直想对我夫君下手，在乌龟海安排了众多眼线，让他发现了我夫君收留了明宪的从兽，竟用此事来污蔑我们。幸好公主你有所决断，否则这脏水是洗不清了。是吗？其实这几日我一直在后悔，当时就该让韩风君把你带走，永绝后患。公主应该也清楚，韩风君之所以拿我发难，是以为我是季贤君的弱点。但是公主放心，你看这事闹这么大，都能妥善收场，想来日后也不会有人敢拿此事做文章。所以我的存在不是麻烦，公主留我，反而更能让季仙君将来为极心渊尽力。你倒也没有看起来的那么蠢。公主能稳坐寿华潘宫尊者之位，想必也不全然如旁人所说。旁人所说？说什么？善良天真，胸无城府。放肆！你竟然……能让外人这样说，倒也是不错。其实明义是明宪这件事，实属荒唐，叔父也是全然不信的，只不过是找了个理由过来发难罢了。但此事闹得如此大，
寿华判宫上下都看着，明宪这从手不能留了。留着呗，我先养着。我是想着有朝一日，若是明宪回来了，我好拿他祭旗。不知这个说法，公主可否安抚寿华判宫上下了？好，但季伯载，在外人眼中，你始终是本公主的人，所以以后遇事，你必须得先跟本公主商量。当然。公主，多谢仙君愿意保下儿妻。是你引天机公主召见我们，公主想要见你，我自然就要放你出来。你是想通过公主提醒我，眼下我们还在一条船上。我是想到了公主迟早要见你我，但我没有引她做此事，没有这个必要。那先前我将你遣送回花月夜，你前脚刚走，言萧后脚就到了，这也是偶然。对不起，前尘往事是我对你不忠，还请季仙君大人不计小人过，看在我对你有用的份上，请你与我联手。你很聪明，但明义想与我联手，仅凭聪明远远不够，得看你的本事和诚意。好，想要铲除未经炼化的妖兽，需要用化妖之术。此术需要以自身做化妖之底，将妖兽的妖元纳入，用自体汲取，再进行炼化。但此术也有伤害灵脉的风险。若季仙君愿意与我联手，你亦甘做花瑶之顶，替仙君担负一切。你起来。我们约法3章：一，在无归海期间，你不能联系任何外境之人。2，无论何时，只要我对你有召唤，你都要出现。3，你只需要告诉我化妖之术该如何施为，其余的轮不到你插手。好。先前我与穆启柏明里暗里作对，此次他用计不成，一定会再次周密设计。想要找到他豢养妖兽的证据，并不容易。但那只猫去过龙里潭，懂。他之前总想塞人进我们无归海，那我们也得好好查查他的龙里潭。那就看你的表现了。我会好好想想的，包仙君满意。穆启柏喜种花木，但在他的院中只有那一棵树有长成之势，倒像是吸干了别的树，供养给自己。我在后赵记忆中看到的，应该是那棵树，想必是从庭院延伸到了地下的密室。它的根底看起来更像是个魔体。若是它能吸干别的树，或许也能吸食生灵元神。
我在书中看过一种来自莽福灵长的古老秘术，可以把元神从人身上剥离，寄养到参天巨木上，成为石灵树。这树周围都是血腥气，石灵树可以保元神存活，直至有人使用它们。这难道就是星柳说的豢养妖兽的特殊法门？妖兽最好的滋养，就是生灵元神。100年前妖兽祸乱，所经之处人尽视之，就连豢养他们的灵脉女仙都被他们吞噬了。这穆七百若是把这些妖兽集结成军，后果不堪设想。这么大的事儿，咱们赶紧上报极星神君吧。神君已被穆七百控制，常年昏睡不起，与傀儡无异。那告知其余武将。这些上位者不过是一丘之貉，若让他们知道有妖兽军的存在，恐怕只想占为己有，利用此力量主宰六境。并非所有上位者都受权柄奴役，总有人会为了六境其他生灵考虑的。我们应该尽量联合起所有人。联合？怎么可能？但是我们的力量势单力孤，那些妖兽军太厉害了，以我们的力量一旦无法阻止穆七百，六境会遭遇什么？你说下境供养7年，在瑶光宫那样的地方安稳长大，自然会相信六境中还有正义之士。若是你在尘渊活过1日，便会明白，什么才是人性的贪婪和恶念。若是妖兽军公开，轮不到穆七百作乱，六境都会为了此力量陷入混乱，你们瑶光山也不例外。你没有因为出身沾沾自喜，已是难能可贵了。原来出身上境，这样就是难能可贵了。天机已写下手书，即日起集训结束，不用再驻寿华潘宫了。你们先回去吧，别再让这只丛兽在我这儿有个什么3长2短的。我们出发吧。季仙君，你跟季伯仔已经成功结下心印了，你赶紧把他送出门，我们好去灵溪井啊！怎么，你不放心我独自前往寻找妖兽军？那你可以同我一起。我不放心什么？我相信季仙君跟我一样，不会被这危险的战力所诱惑的。青夜风寒，季仙君此行危险，切以自身为重。你也会让他独自去寻找妖兽吗？我的意思是，妖兽军这样的力量，不是谁都想占为己有吗？眼下除了我自己，我只信任季仙君。
唉，送走一个，家里还有一个。哎呀，荀婆婆，是季大人让你盯着我的吧？你吃点猪心膏，我呢，我就在这里坐着，我哪儿都不去。你盯着我，你尝尝嘛。我才不会吃。你与明宪到底什么关系？主上能放过你，想来你没有什么大问题。但是老身还想再问一句，我和明宪有婚约。婚约？你和明宪？嗯，你是要荒山的探子？嗯，不对不对，那主上一定不会放过你。他能留下你，说明你不会害他。那你怎么会在吉星渊？你还在花月夜？我……难道明宪老贼与我那日日要打我的老汉一般下作，害你去花月夜补贴家用？确实是算他害的。一代战神，竟如此下作！我跟你说啊，主上不会真的介意这些的。他当初能救我，如今也是愿意救你的。可你确实不该瞒他。那确实有点过分啊。我跟你说，荀婆婆啊，荀婆婆。哎，明义！我曾在书中见过陈元描述，恰如此景。季伯仔打造的灵犀井与陈元这般相像，他已不是最求之身，却还是被困在这里。黄粱梦就在这儿。黄粱梦。
血印。七伯仔与我结了心印，这是他为了防我，重新加的一道封印。能为我停留。若原来缔结心印是为了要人们这样做夫妻，同甘共苦，在彼此最痛苦的时候，感你所感，见你所见。若你的世界曾是无尽的谎，我愿撕碎我去填补你的伤。就算这一生如流星，为相遇而短暂，此生仓促也做你的光。愿此生渺如萤火，爱难在尽。你看这下雨，那时否记得？过你的黑夜，冰冷没有暖阳。燃烧我的心，装进你的胸膛。就算这缭乱的人间，只有我的微光为你璀璨而点亮。若你的世界曾是无尽的谎，我愿撕碎我去填补你的伤。为相短暂，此生仓促，也做你的光。你不必为我消耗灵力，不值得。我利用了若水，我利用它揭开了自己的仇恨，然后我就只想着怎么摆脱它了。我以为只要我将他送走，就已经算是仁至义尽了。我根本就没有管他的死活。不是的，不是这样的，七伯仔。穆七白。
他用来滋养妖兽君的那些人，他们都是和我一起被抓去沉渊的，多的是老弱妇孺，甚至还有年纪比我更小的人，他们都没有机会了，他们也都是无辜的。却被硬生生的扣上了醉酒烙印，然后还要成为妖兽君的饲料。如果我没有揭发穆七白，他们和若水是不是就可以活下来了？可他们都死了，是我连累了他们。是我累了他们。你不能把他们的死归结在你身上，这不是你的错。黄粱梦，我找到了，但他下了道血印，我拿不到。血印，那应该只有他能解除。看来季伯仔还是对你有所防备，那咱们……明夜，你怎么哭了？而且，我原本以为我在发现黄粱梦的踪迹的时候，我应该很开心，我应该想哇，幸好他在这里。但其实，不说这些了，而且现在有个最重要的事情，要消灭妖兽君，对付穆七百，对吗？那你怎么办？我们可以先把黄粱梦给偷过来，先把你的毒解了，这样我们胜算才更大，不是吗？而且，如果是你的话，一个活着的坏人和一个死去的好人，你选哪个？明一，我一直都只想让你做一个老不死的好人。什么老不死的好人，你还老不死的好猫呢？等你牙都掉光了，小鱼干都吃不了了。就问你，跟不跟？想清楚啦？啊，这就答应我了啊！
不出10日，妖兽军将成。我们所剩的时间不多了。他人都以为司叛堂所看管的陈渊是犯下恶行的最先服刑之地，但此地有毒的瘴气弥漫，无人涉足。穆七百便想到用此地来炼药，但因药方缺失，只炼出了离恨天。他通过时令术打开了通往陈渊的捷径，毅然将陈渊变成了自己的药方。这瘴气萦绕，除了适合炼药，也同样适合妖兽的生存，所以穆七百才会选择这里孵化妖兽，把你们这些无辜之人抓去给他做事。他们的行事准则从未改变过，将孤儿寡母、老弱残障抓入陈渊，死了就是死了，无人替他们伸冤。所以一直在搜罗和当初我一样的人，生死都无人问津的人。因为对于他们来说，只有像我们这样的人，用起来最为趁手。明义，你说过，若想要彻底铲除尚未炼成的妖兽菌，可以将自身作为化药之鼎，将妖兽菌的妖元汲取，进行炼化。告诉我，这化药之术该如何施为？要行此术，需要有一法力高强之人，以自身做化药鼎。这事交给我，仙君是极心渊的斗者，不能有差错。我既答应过仙君，我自愿做这化药鼎。你都说了，只有法力足够高强的人才有可能成功。我又不是没见过你施法，你灵力有限，即便你身有灵脉，也不可能成功。就是因为这样，更应该我去做这化药鼎，才能保存我们中最强战力。只要仙君一出事，穆七白肯定会有所动作。若是你也折损了，我们怎么对付他和他背后之人？只是做化药鼎，怎么可能折损于我？可是你……就这么定了。以身做化药鼎，一共3个步骤，越往后越凶险。第一步，修炼灵力，固化自身丹元。第2步，将妖兽隔空吸入丹元内，便会在体内生成妖元。第3步，以自身为鼎，与妖元共生，将之炼化。此时为第1阶段，祭仙君会耗尽全部灵力，身体虚弱，切记绝不可出乌龟海。季波仔真要自己做化妖鼎啊？他是信不过还是舍不得？他现在在灵犀井里闭关修炼，但对我只字未提。说信不过，应该比不忍心有理有据些吧。哎，他怎么想我的现在不重要，他得先通过第1关。这个药粉能帮他治好手上的伤，我还得再做一些补药，帮他灵力维持在最强状态。眼下先做这些吧。还是先不打扰他休息吧。要找我？
哦，也没什么特别的，就是想到你刚刚固化了丹元，肯定有些虚乏，所以就熬了碗药。但我想想还是算了，仙君不是……不是，你这好意，我到底能不能领到啊？仙君不是说不吃外面东西吗？还在说这个？如果是换做别人，他多半会怀疑这仙子本是要下毒，结果忽然心软，改变了主意。现下不过是编个说法，哄骗罢了。那正好，你呀还是别喝了。是时候开启第2步了，需用传送法阵，将丹元送抵沉渊，彻底吸空妖兽元神。但此步会暴露施术者气息，请务必以最快速度将丹元传回，否则功亏一篑。以无身作祭，引浩然正气。万千妖邪，阵风。